小希，你回来啦？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小希呀，你别多想，我觉得小伟不至于。阿姨，我真没事儿。阿姨是个过来人，你要有什么事儿啊，你跟阿姨说说，阿姨帮你分析分析。退一万步讲，即便是真的，这大宝还这么小呢，为了孩子，你可千万别冲动啊！阿姨，您不是说今天要早点回去吗？啊，是，阿姨不是关心你吗？阿姨，我真没事儿。啊，这事儿你别往外说，别人误会了不好。行，阿姨嘴严着呢。大宝拜拜，听妈妈话啊。小希呀，别多想啊。我觉得不至于。小伟是个很好的孩子啊，别多想啊。这一条啊，其实跟这个有点对不太上。对，回去我再重新对比一下。喂，媳妇儿。王伟，你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不是跟你说了今天晚上要加班吗？咋的了？大宝有什么事儿？你给我现在立刻马上赶紧回来！我找你有事儿，要不然你别回来了。这是什么情况啊？要不你先回去吧，听你媳妇儿这口气啊，说不定真有什么急事儿。剩下的我们弄完就行了。那真不好意思，我先回去看看。去吧。怎么了，媳妇儿？这么着急叫我回来？大宝呢？睡了？咋了？你说怎么了啊？我刚生完孩子就去上班，我公司家里两边跑，你倒好，出轨。啥？看起来老实巴交，没想到这么多花花肠子。你口味挺重啊！50岁能当你妈了吧？啥时候事儿啊？我出轨个50岁的，我咋不知道呢？以前没看出来，你心理素质挺硬啊。你这老公都找来家里了。谁老公？谁老公来咱家了？宫里，宫里老公来咱们家了？咱们小区的宫里。你说的到底是谁呀？越说越糊涂啊！谁呀？就上次我电脑坏了，你问谁借的电脑？那刘姐，不是长岛冰茶吗？对，长岛冰茶，名字挺浪。哎呦我操！这廖希，你五音不全，你离了大谱了。那刘姐是股友，我们股友群认识的，平时除了股票啥也不聊。再说你老公就算外面找了，就算，那我也不能找那样的，那都多大岁数了？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喜欢那么大岁数的？不嫌丢脸，我还嫌丢脸，真行。不是刘晓欣，你怎么别人说啥就是啥了？不，你就算不相信我，你自己没有点判断力吗？我判不判断？那人家老公为什么找家里来了？我哪知道她老公发什么神经啊？你见见那刘姐你就相信我了？那样的大叔给我看照片了，挺好看的，不像50岁啊。你不挺喜欢的吗？不是，那不是美颜过的吗？你啥审美啊，刘晓熙？你审美不行，你别埋汰我审美啊！你说吧，怎么让他相信我？聊天记录给我看看。怎么着？嘿，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来，媳妇看，来，你看，从加了开始啊，从加了开始，每一条你自己看，好好看看啊，好好看看，看见了吗？我看见了。那你俩是说了什么不能让老公看见的呀？你不看见了吗？它上面写着我老公管得严，不让我炒股，瞒着她老公。我说行。
那这爱你有比心啊，都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不带人炒股赚钱了吗？他感谢我。表情框里那么多表情，怎么就知道发红心呢？你看看，哎，点开这个是不是红心？你的别接着编，你忘了你自己你信吗？我有啥不信的？我太信我自己了，那都事实，我有啥不信的吗？那你俩什么时候一起出去的？我俩什么时候又一块出去了？我俩吃过饭。有一天中午，我们股友群聚餐，一屋子人，全是人。然后呢？然后回上班了。没单独出去过？我跟他单独出去干啥呀？这么着，咱现在给刘姐打电话，行吗？行吗？对口供行吗？亲自，亲自，你就等着被打脸吧你。你自己跟他聊，你自己跟他聊。不是大姐，你接电话，刘姐。哎呦，那他，刘姐，那他不接电话。明天找上门。今天你解释不清楚，你就睡沙发吧。你解释不清楚，你就别回屋了。小点声，孩子睡觉呢啊。哎，那事儿，那是咋回事啊？这是，我这上着班儿，空下个小三儿，干什么呀？这是，我上着班，空下小三儿是吧？小点声。要不哥，要不哥，哎呦，哎呦，我儿子喝的真香啊！哎呦，嘴真壮。你自己喝一会儿啊。少一个呢，媳妇儿，我的呢？你也陪吃饭？你俩都有饭吃。哎，来了。哎，阿姨，你俩没事吧？你得看吗？我饭都没有。还生气呢？可不咋的。哎呦，我来看看，谁家的宝宝这么乖呀？谁家宝宝这么可爱啊？大宝。还有大姐回国了，大姐终于回国了。小王，你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啦？哎，大姐平时不这么说话吧？媳妇儿，她平时不这个语气，可沉稳一个人了。媳妇儿，别碰我！解释一下，不是，别碰我！你给我机会啊！都没跟我明白。媳妇儿，你这样，咱们现在找他，把事儿说清楚，行吗？我才不想听你那些破事，我不用上班啊！你去当你的小白脸啊！我白吗？不是，媳妇儿，今天必须说清楚，你现在不去就晚上去啊！我不能蒙受不白之冤，咱说好了，下了班早点回来啊！什么事儿？刘姐，今天下班得去您家一趟，出大事儿了。干嘛呢？没干嘛。你今儿不太正常啊，你在这一动不动盯着这手机盯一早上了，是吗？可不是吗？哎，这谁啊？这你妈吗？不是。你说她长得像宫里吗？
媳妇儿，我在这等你半天了。我可没让你来，是你自己要来的。是，媳妇儿，就因为这个事儿，我一天都没上好班。哎，我跟那大姐说好了，咱现在就找她去，好好解释解释。啊！要死嘞！要死嘞！要死嘞！我家那老头子发的是什么疯话？丢人的丢到外面去了。小王，昨晚我睡得早，没接到你的电话，我也不知道是这件事啊。哎，没事儿，刘姐您就赶紧跟我媳妇儿解释解释，到底咋回事儿。小溪呀，我跟小王真的只是股友，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啊，那外人都在场。你说我的儿子都上大学了，我怎么能干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呢？我家那老头子在年轻的时候啊，就追我追得蛮紧的，没想到现在年龄大了，都还在胡思乱想。他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到人家家里去闹了。你看我哪儿漂亮啊？就只有他说我漂亮，哎呦喂，宫里都比不上我，哎呦。那您给王伟发信息是怎么回事？什么信息啊？没有啊。姐你这删了，我有啊，你看，要死了，要死了！这肯定是他趁着我不注意的时候，拿着我的手机发出去的呀。老头他以前都干过这种事儿的，他这也太紧张自己了，这样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啊。还有那个红包的事儿，您给解释解释。本来这就没什么事儿的，你看我们股友群发一些消息出去，小王推荐了一只股，我也买了，赚了一点钱，手里宽裕了，我就出去买了些东西。哎呦，他可能又是因为这个又紧张了，而且我也没有绝对的给小王打过钱，就发了一次红包，8块8。我赚了钱都是小王帮的忙，对不对？我不能白白的赚这个钱呀。是吧？哎呦喂，我家那个死老头子，他真是越忙越添乱。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给你们道歉。哎呦姐，这倒不用了。王伟，哎，你先下去吧，我还有几句话要跟姐聊聊。啊，行，那我下去等你啊。哎呦姐，正事儿忘了，电脑还您了，软件给您装好了，这回咱俩两不相干了啊！千万别让大叔拿着电脑给我说事儿。哎呀，小王别往心里去。那你们好好聊啊，谨慎点儿。我不是那意思啊，照实说，实话实说。哎呦，放心了，放心。姐，今天我见到您，觉得您挺直爽的，也不像是会说谎的人。但是我这有个疑问，觉得还是得问清楚。有什么事儿你就问吧，没什么好掖着藏着的啊。那个验孕棒是怎么回事啊？哎呦，这我家那死老头子怎么这个也给人家说呀？我不是最近有点更年期吗？那个，哎呀，那个不太准，就想测测。哎呦，真是没脸见人。那行姐，我这也没什么疑问了。今天谢谢您啊，我就先走了。哎呦，媳妇儿，你俩刚才聊啥了？就那些事儿呗，还要再跟你说一遍啊？得，我可不想听。但不管怎么说啊，这回你肯定信了吧？我俩根本不可能。就算我出轨，我也不能出轨那样的。我给你看看我喜欢啥样的啊！看，这样，这样，这种。行啊，你王伟，我说你天天抱手机干嘛呢？看他们呢。我就是给你证明一下我的品味，要不然我给你出轨一个试试。你敢！开玩笑呢，哎呀，怎么可能呢？
咱大宝都有了，不可能，没啥大事儿，咱俩就凑合过了。凑合过，好好过，好好管，好好管。行吧，这次就算我错怪你了。但是以后你得相信我啊，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啥屎盆子都往我头上扣。哦，谁不是屎盆子呢？刚才那些丝袜、大长腿不是屎盆子呗？丝袜啥的，老给我推送。你不看他能给你推送啊？卸载了。行啦，回家吧，阿姨还等着呢。回家，回家。康姐，小西姐，出事儿了！谢谢啊。怎么了？我刚才下楼去咖啡呀，你们猜我看见什么了？猜。看见什么了？你说呀，卖什么关子呀？哎，慧姐啊，在楼下跟一个男的吵架，好像是她老公。吵架了？吵什么呀？出轨了？我也没太听清楚。不过好像是白慧姐怀孕了，她想要停薪留职，她老公不愿意，说开销大，就是想要钱。太过分了！不把薇姐加到火上了吗？这刚办了入职，就算是正式员工了。根据规定，孕妇也不能开除啊。那都是想开除，那法律也不允许。哎，你说白慧姐是真怀孕了吗？我怎么一点看不出来啊？这小屁孩，你懂什么呀？那显怀得4个来月。完了，薇姐这回啊，麻烦大了。小西姐，你怎么了？没什么，那白慧姐怀孕了，你不吃惊吗？吃惊，吃惊。哎，那是谁啊？就是她，慧姐她老公。别看他怎么？魏姐你好，我是那个白慧的老公。听我们白慧说，白慧怀孕了啊。完了完了完了！马上要刮起一场血雨腥风了。堂姐，白慧姐真不来上班了？薇姐这回啊，算是亏大了。怎么了？听说什么了？我今天早上去为徐总送合同的时候啊，我听说薇姐主动放弃了珠宝品牌的提成，说是想要弥补招白慧进来的错误。什么？珠宝品牌那项目，薇姐前前后后忙活了1个多月，提成全不要了。薇姐这回啊，算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白慧姐真是太自私了，我以前都没看出来。怎么了？有件事我想了半天，觉得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坐下说。怎么了？白慧，其实在她转正前，我就已经知道她怀孕了。你早就知道了。我也犹豫了好久，要不要跟你说，但是白慧那段时间工作特别积极，我怕我说了，大家会觉得我妒忌她，尤其怕我多心。
那你现在怎么又说了呢？这几天我总是在想，我要是能早点告诉你，也许就能让你提前有个准备，不至于像现在这种被动，左右为难。我要是再不说，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其实就算你告诉我白慧怀孕了，根据她这段时间的表现，我也还是会给她转正。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她打的主意居然是转正以后就请假养胎，所以这件事儿跟你没关系。但是小希啊，有一点我得说你，你呢，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对吧？我们已经工作那么长时间了，你的人品我是知道的，我不希望我们之间会有误会，所以今天你跟我说这些，我还是挺高兴的。谢谢薇姐。行，那这事儿就翻篇了，是吧？好。哦，还有一事儿。你今年上半年那几个案子做得挺不错的，然后公司对你的能力呢也挺认可的。年终公司会有几个晋升的名额，咱们部门有一个，我把你报上去了。谢谢薇姐。行吧，干活去吧。好。谢谢薇姐，好好努力啊。好。小希，我没想到你真的会找我。这个是我怀孕的时候常吃的，对身体好。这个我不能要，拿着吧。太贵重了，我真的不能要。拿着吧。谢谢啊。其实，在你转正前，我就已经知道你怀孕了，但是我没有告诉薇姐。因为我也是一个妈妈，我知道当妈妈不容易，职场妈妈更不容易。我不想因为你怀孕就影响领导对你的判断。谢谢你啊，小希。虽然跟你相处时间不长，但我觉得你不是这样拎不清的人，所以，到底为什么这样做呢？小希。你怀孕应该很顺利吧？其实我在怀这个孩子之前，曾经怀过2个孩子。虽然我怀过2次孕，但我1次妈妈都没有当成。我第1次怀孕的时候，就跟你现在这么大吧，20几岁。那会儿特别要强，怀孕3个月，还穿着高跟鞋到处跑客户。结果就因为特别不小心流产了。直到我过了30岁以后，我就特别渴望有一个孩子。但我怎么都怀不上。我为了怀孕，我天天跑医院做检查，喝中药调理身体。好不容易怀上了，医生跟我说我有器官性流产的迹象。怀孕没多久，我就辞职在家养胎，闲着没事儿，就打扫卫生。就干了那么一点活，
孩子又没了。你能体会到那种失去2次孩子的那种心情吗？我当时都快抑郁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们去那边坐会儿吧。我老公和家里人就一直劝我，一定要好好的调理好身体，这样宝宝才能回来找我。我就是靠着这个想法，才从那段时间里走出来的。后来就有了现在这个孩子。自从有了他，我对生活又感到了希望。这宝宝不是又回来了吗？一定会顺顺利利的。这2年，为了要孩子，我不止没工作，还花了好多钱。未来孩子出生，又是一笔很大的费用。我老公之前是在工厂上班的，结果年前裁员，临时找了个送外卖的工作。我们也是逼不得已才想到这个办法。白慧，我理解你的难处，可是每个人都有难处，谁都不容易。但我觉得你不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寻求补偿。我想照顾好我的孩子，为了他，我只能先抓得住的，土得着的利益，别的我真的都顾不上了。对不起。从小我爸就告诉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好人才有好报。咱们都是做妈妈的，更应该善良一点，多积点德，做宝宝的榜样，不是吗？怎么会这么远呢？我导航上显示没有这么远呢。洪总，离城市越远的地方，感觉越对。程导，你赶快坐下，待会儿一个急刹车，你摔倒了，这多危险！快快快，那边景不错。哪儿啊？那不在咱们的路线规划之内，快坐下吧。你要都能规划好了，我出来看什么景？哦，哪儿啊？那你说的是哪儿啊？师傅，麻烦先踩一脚，我下去看看。好嘞。你说的是哪儿啊？啊？哎呀，这路也太难走了，你待会儿机器能进得来吗？小西啊，哎，冯总，上次演技大赛是不是也是你盯的现场？是。看看这，真是缘分啊！这次又派你来了。今年多大了26了。哎呦，好年纪。冯总，我接个电话。哎，你接。喂，老公。大宝奶粉吃没了，哪儿还有啊？应该在橱柜第3格的最右边，你看一下。哎，找着了。哎，那就好，有什么事你再打给我啊。小西，哎，你这么年轻就步入爱情的坟墓了。啊，是啊，结婚都好几年了，孩子都1岁半了。
哟，看你要不说，我以为你大学刚毕业呢。哎，程导，哎，你看看人小西，这生完孩子以后，这身材恢复的啊，多好！这景儿真不错。小西，小西呀，小西，你就别跟着他们瞎转了啊！来，你站着，我给你拍张照片。不用了，冯总。好不容易来一趟，你看看这景多好啊！我让你发一个美美的朋友圈，好不好？来，快去吧！呀，快！哎，小心！哎，好嘞，站好啊！小林，程导，我先过去一下。你过去吧。快点！冯总怎么了？给我们俩拍张照。好。嘿，来，往上点。哎，导演看一下。哎，找找角度啊，别瞎拍，弄得跟游客似的。来，冯总，再往左一点点。好，我这，哎呀！哎，小西，来，冯总，你帮哥一忙呗。怎么了？你看我负伤了，吃什么补什么，我得喝排骨汤，你帮哥炖点。行，谢谢啊。不客气。程导，看你的车到了。走吧，兄弟们，走吧。厨房让大家。哎呦，你小点声，领导睡觉了。我来。都涂防晒啊！走啊，小西，看景去了。程导，冯总让我给他炖汤。炖什么汤啊？你来当厨师的？我也不想啊，本来商务部派我来是让我跟冯总处好关系，这我要是走了，回头他醒了，能不能得罪他呀？不能。哎，你放心吧，万一他要是问起来，就说我给你带走了，甭理他，洗个手走。行，谢谢程导。辛苦了，辛苦了。我还喝呢，少喝点。哎，最后一杯。都吃差不多了吧？差不多了。差不多，我带他们开会了。行，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啊！待会儿呢，该跟导演开会的去开会，该做功课的做功课啊。没事的，愿意留下来喝就接着喝啊。行了，散了。来，咱们接着喝。小西，你别走。程导，冯总越来越过分了。哎，我突然有个想法，我就跟你聊一聊了。啊，咱明天。那程导，我灵感下线了。我先过去了，程导。啊，你忙你的。不是那个，等会儿啊，咱俩明天聊。明天我忘了，我现在都有点忘了，我说什么来着？你好好想想。哦，对，我有个想法啊。先喝一个吧，我想想啊。想着没呀？你坐这儿。不是你坐这儿，我心里踏实。哎，没事，我来吧。程导，小哥，谢谢程导。程导，你真要走啊？不是导演，您走了我们怎么办？这2天景看的差不多了，你们再跟冯总对就行了。没事啊。昨晚听见没？那还用问？那么大声，谁能听不见？走吧。琢磨什么呢？别多想啊。没什么，程导，我就是觉得薇姐让我来这一趟，是让我跟冯总处好关系，省得后面他又找事情。没想到我来这一趟，反倒彻底把他得罪了。以我对你们商务的了解来看，搞好关系确实非常重要，但实力才是第一位的。搞好关系只能是锦上添花，所以你不用太在意冯文义在想什么，
就做好自己。这个事儿方文义做的有问题，你没有任何毛病。谢谢程导。冯总，您喝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什么这？冯总，冯总，你就喝个酒，你冯总，我叫人了，冯总。你叫人我又没怎么。魏总，程导他们呢？程导他们刚走。走了是去看景还是？回去了，跟刘小西一起回去了。完了，不是宋总，您没事吧？这没事没事，这一觉睡的啊，差点没醒过来。这个，他们订的哪班飞机？动车。对，好极了，快订机票，最近的那一班啊！不是冯总，咱不看景啊？哎，看什么呀？快点收拾东西走了。宝宝，小西啊，你怎么那么快回来了？不是说好去1个星期的吗？啊，工作提前结束了。来，咦，大宝，你看，大宝，来，想妈妈了吧？来，妈妈抱。哎呦，大宝想妈妈了。哎，大宝这2天乖吗？可乖了，他一点都不闹，可懂事儿了。他辅食吃得好吗？吃的可好了，中午吃了1大碗的米粉。超棒。你看妈妈回来了吧？哎呀，我想去个洗手间。行。妈妈去洗手间喽。妈妈回来，待会儿抱你。妈妈去洗手间啊。今天碰了什么人呢？哎呦，媳妇儿回来了，景看完了？嗯。大宝呢？刚哄睡着。看把我媳妇儿累的。今天让你好好享受一下你老公正宗的王氏 SPA。来，怎么样？这手法，这力度，专业吗？还行吧。咋啦？出差顺利不？老公，你说我要是辞职能行吗？不干了？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没什么，就是突然觉得特别累，不想干了。嗨，那咱就不干了呗，老公养你。我认真的。哦，算，咱们请保姆1个月7000，大宝的奶粉尿不湿差不多3000，这房租6000，咱俩日常开销节约点，算了3000吧。卡里还有30万，赚工资炒点股，这挺个1年半2年都没问题。咱们家中产阶级不干了。你是不是对中产阶级有点误解呀？哎，但是啊，媳妇儿有个事儿，你要是现在不干了，2年之后再找工作可能有点难了。我们公司那实习生啊，乌泱的，工作能力跟我差不多，而且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我呢，也就是比他们多2年工作经验。咱们现在要是从坑里跳出去，2年之后人家未必把坑还你。但是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媳妇儿，敢于原地踏步的人
才是最勇敢的。原地原地踏步最勇敢，媳妇儿你不想干，咱们就不干。明天睡到10点半，以后老公让你吃软饭啊。虽然别人比我们有家产，但他们的焦虑要翻你好几番。以后你的心态冷静、平淡、释然，强过他们赚了几百万。你看看你那个大宝唱行了，你可小点声，你可长点心吧你。儿子要吃晚饭，我睡到回家大宝。姐，哎呦，吓死我了！咖啡好了。啊，谢谢。哦，对了，姐，向往的海边，你带着我呗，姐。我发誓啊，姐，跟完这个项目，我真是专家了。我做了一个向往的海边的方案，梅姐要的，一会儿你要有空帮我看看呗，看看有什么要改的。啊？小溪，梅姐，梅姐，走，跟我下来走走去。好啊。哎呀，这办公室坐、家里坐，各种地方坐，是该动换动换哈。是啊，过了4个月之后，就得适当的动一动了。那事儿陈亮跟我说了啊，冯文义那人就是个垃圾。这事儿也是怪我不好，考虑太少了。我真没想到他胆子会那么大。姐，要不我辞职吧？干嘛呀？但要辞也是他辞，凭什么你辞啊？姐，你让我去跟冯文义搞好关系，可结果呢，更加恶化了。我要是在公司继续待下去，那他不可能再把这个案子给我们了。哎呀，我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但是这件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首先啊，这件事的确是冯文义做错了，我会跟上面汇报的。那领导又不是傻子，都是明眼人，谁对谁错他们分得清楚。再一个，咱们综艺部给不给我们商务部项目，跟不跟我们合作，那也不是冯文义人说了算呀。你不用那么自责，那谁去谁落还不一定呢。姐，说实话，我现在一上班，我心里就打怵。我还忘了跟你说了，以后这向往的海边，还有所有跟冯文义相关的项目，我都交给曾小成了。他总不能连曾小成都惦记了。没事儿，你也放心，以后呢，我也会给你其他的好项目让你跟的，好吗？谢谢姐。哦，还有一个，总部昨天给我发邮件了，说是要升你当小组长了。
然后会给你涨30%的工资。所以这个辞职的事儿，是不是得好好想想，别那么快下决定，好吗？好的，姐。小溪，你回来了？来，正好刚买的，给你。谢谢啊。哎，你不是去海边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啊，那个跟综艺部有点事情没协调好。是不是跟冯文艺没协调好？你是不是给上面发邮件了？你觉得一封检举信能起什么作用啊？太可笑了，性骚扰！那封举报信是你写的？那路不平，总得有人铲吧？早就看这个老色批不顺眼了，这次他还敢欺负你，等着吧，我会一直写下去的。就算了吧，你不怕他搞事情搞到你身上？我还怕他，就算他搞到我这儿，大不了回家生二胎去呗。不是，明明他错了，我们又没错，谁怕谁啊？行，等以后我有空了，我也反手一封举报信，咱们一起写，写死他。没事啊，给你尝尝那个好喝。哎，我说啊，我干活那家女的呀，太可怜了，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不错，这生完孩子呀，天天在家忙里忙外的。可他家那男的呢，放着年轻的媳妇儿不要，非喜欢老太太，处的那对象啊，比我还老。哎，阿姨，哎，你怎么还没走啊？哎，这是小王媳妇儿啊！哎呦，长得好漂亮啊！大宝啊，对了，阿姨，刚刚王伟给我发信息说他已经回家了，您把大宝交给他就好了，怎么还在这等着呀？那我不是懒得上去吗？那我走了啊。哎，姐儿几个，明天见啊！啊，明天见，明天见。别说。好，回家，回家，回家。哎，他是害怕你家小王。我们家王伟有什么好怕的呀？你不说今天吃火烧啊？是。我得教教我。好了，大宝，咱们回家了。宝贝，不要往家宝贝哭了，不哭了。哎，你今天回去就得挨揍。真狠！王伟，王伟，哎，干嘛呢？厕所又上厕所呢？没有，没有干嘛呢？躲着打游戏呢？也没有。那你赶紧出来呀！出来了！到妈妈这儿来。哎，你怎么阿姨了？你是说他还是跟他吵架了？没有啊，怎么了又？没有，为什么都说他怕你啊？到妈妈这儿来。哎，你怎么阿姨了？你是说他还是跟他吵架了？没有啊，怎么了又？没有，为什么都说他怕你啊？他怕我干什么呀？我跟他都没什么交流。你出差那段时间，我俩说了一共不到10句话。那怎么回事？那谁知道？你咋了？没事儿。没事，你躲着我干嘛？没事。我看你，这怎么了？这是啊？磕了一下。磕一下，你逮着眼睛可蒙谁呢？哎，你轻点啊你！对不起。
大哥今儿找我来了。长岛冰茶的大哥。啊。你好，取个快递啊，几号楼啊？2B 座1404，王伟。2B 座啊，这个，哎，谢谢。你是那个小王？小王？怎么了？啊，没事儿，没事儿。哎，他就是出轨刘姐的那个呀。你说什么？我怎么了？不是阿姨，这段时间我们家对你不错吧？那你出去瞎传我闲话？我传什么闲话了？那门卫都说了，说你亲口告诉他们的。不是你们保姆培训机构没告诉过你们不要瞎传客户隐私啊？不是，那也不是我隐私啊，我跟那刘姐半毛钱关系没有，那她老公误会。还有这个伤，我这伤那是我当好人拉架我挨的揍，那哪是为了抢刘姐挨的揍啊？是这样啊，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你随口一说，全小区都知道了。现在不止对我生育影响，这对我整个家庭都有问题。王伟，你吼那么大声干嘛呀？来，妈，好了，夸张，我夸张？你干了什么事儿？你不知道没有？我夸张？你有话不能好好说，喊那么大声干嘛呀？我能不生气吗？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儿吗？啊，他说我婚内出轨，说我出轨那个刘姐，为了抢刘姐跟她老公大打出手。更离谱的，他说我恋母，他说我就喜欢岁数大的，他说他在咱们家，他自己都有危险。怪不得我前2天出去，大家看我眼神那么奇怪呢，是不是？全小区都知道了。哎呀，误会，小伟啊，要不我出去跟大伙说说，让他们别讲。哎，别，哎，你别说了，你出去说不定传成什么样。哎呀，小伟啊，我这次绝对不会再。阿姨，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我们这儿了。你要辞了我？我老公是一家之主，我不允许有到处传他闲话的人还继续在我们家待着。还有，之前很多事情我对你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差不多得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事情放到桌面上跟你说一说。我之前给你报销的生活用品还有婴儿用品的费用，您确定是用在我家了吗？说带大宝去小区花园晒太阳，您是去小区花园还是去麻将馆看大牌？好了，不哭了。这些事情我就不跟你公司说了。希望你以后去别人家工作的时候注意一点。到今天为止的费用，我现在转给你，从今天往后，你不用过来了。回去吧。对不起。还有媳妇儿厉害啊，那把我给气的。你刚才也挺厉害啊。哎呀，哎呦，大宝来。哎，对不起大宝。哎，爸，没控制住情绪，吓坏了吧？哎，你看，太给大宝吓的。你看就换鞋吧。哎呦，气死我了！什么事儿啊？哎，媳妇儿，你说人这一辈子怎么这么难呢？那我没招谁，没惹谁的，平白无故遭受这无妄之灾，我凭啥呀？但该说不说啊，媳妇儿，你今天有点帅呀！你这条理清晰，胆大心细，步步紧逼，头头是道的，谈判专家，你有点帅呀！你谁跟你似的，就知道瞎嚷啊！是，但是这保姆走了，大宝谁照顾？咱俩天天上班。要不，再把我妈叫回来。啊，咱俩还得打地铺啊？那怎么办？媳妇儿，你说咱要不要把大宝送到爷爷奶奶那儿待一阵儿？啊？这爷爷奶奶天天喊着想大宝。送过去陪陪老两口。再说咱们着急忙慌找保姆肯定不靠谱，咱们之前都面试多少个了，那同事介绍一个靠谱过来的，结果怎么样？咱们就慢慢找，好好找，你找到靠谱的保姆，再把大宝接回来。那不行，我舍不得，万一大宝回来不认识我了咋办呢？你们俩母子连心，那把我忘了也不能把你忘了呀。
那我考虑考虑吧。行，咱们家你说了算。哎，媳妇儿，我今天我就想啊，你说这一年365天，咱们俩这几年平均每年陪爸妈也就5天。你说我爸今年58，咱就说啊，说他能活到98，还有40年，5乘以40，200天。咱们这辈子能陪父母的也就不超过1年，想还有点难受啊。阿姨说句干嘛呀？哎呦，不是，好了，不该说，我是瞎想嘛。所以我就说，要不要先把大宝送回去？这一来呢是陪陪爷爷奶奶，二来呢咱们也有个由头，能经常回去看看父母啥的，是吧？那我爸妈呢？你爸妈不是现在不太方便，等方便了，咱俩要个2胎，一边一个。你自己生吧，我才不生呢。我自己生不科学。别哭了，烦人。哎，那你说，明天咋办呀？那明天咋办呀？那要不，明天你先请假吧，你2天，我2天，咱们轮岗来。周末再把大宝送到爷爷奶奶家，咱们一起送啊。行。小季姐，你最近联系薇姐了吗？没有啊，怎么了？品牌方那边着急要方案反馈呢，我发信息给薇姐想确认一下，薇姐也不回，打电话也一直没接，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要不你帮我联系联系啊？薇姐是哪天请假来着？有2天了吧？姐，我以为只有大片才能推得快，没想到这种迷你剧场更好找植入。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活又很紧张，像这种短片的形式呢，在地铁上捎带手休息的时候就可以看了。当然上志愿役入了，又可以挂外练。我看啊，今年的 KPI 咱们是要提前完成了。这下徐总该放心了。姐，有个私事我想跟你申请一下。什么事啊？周5到下周1，我想请个假。我们家保姆干得不太好，被我辞了。我跟王伟还要上班，就商量着想把孩子送到公公婆婆家，让老人带一段时间。但是来回需要时间，就想着能多2天。周5去，周1回，周2准时上班，之后加班再补回来。没问题，把家安顿好。好的，谢谢欣姐。客气了。媳妇儿，你是不是装太多了？能不能拿出去点啊？该拿的都拿了，这里一样都不能少，都是必须要用的。看看怎么不能拿？你这衣服、尿不湿拿着就算了。媳妇儿，你回家你拿床被子，说怎么回事啊？你大宝要用的。你还有这是干什么的呀？你一个当爸的，你不是不知道，这睡觉2件套，没有这个他睡不着觉。你把这些也装好了啊。小孩人不大，事儿不少。哦，对了，我妈那个鱼油、钙片和中老年奶粉都拿了吧？拿了，全在这儿。行。你说，
咱们这次先回我家，下次回你家多好，非得赶一块一起回。咱们2个家路程就1个小时，转一圈就到了，多有效率。再说，你上次不是说了吗？1年365天，跟父母的时间在一起都不到5天。我觉得我也要多陪陪我父母。哎，这个都没塞进去。你说的有道理，你说的有道理。哎呦我，哎，使劲。搬家啊，差不多了，差不多该走了啊。你推一下大宝吧。啊。对，大宝的水杯拿了呗。哎呦，忘。拖鞋。哎呦呀，来不及了，回来我擦，回来我擦。差不多了啊。走吧，走。没什么忘记拿的啊。没了，齐了。行，走了。嘿嘿嘿。回家了，大宝。臭宝啊！哎呀，臭宝！媳妇儿，不是你说现在快递这么方便，咱俩这大包小裹的一路何必呢？西天取经。大宝说了，快递还要等2天呢。再说了，大宝贴身的东西，我才不忍心在路上磕磕碰碰呢，是吧，宝？是不是宝？这是奇了怪了，以往我都是从西南口出，今天我爸千叮咛万嘱咐，非让咱俩从东北口出。人呢？爷爷在哪里？嘿嘿，大宝，大宝！哎呦，我的宝儿，奶奶来喽！快来叫奶奶抱抱哟，我的宝宝，高兴的。哎，你是不是听说你俩回来，这老2口恨不能把超市都往家里搬？这不，我叔正在家里准备满汉全席呢，他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他的车开过来接你。哎，你坐这儿啊。这车是刚买的，听说你把大宝要送回来，我叔立马就把车给提了。怎么样，这车？这惊喜太大了！以后就是咱大宝的专属座驾了。哎呀，行，上车吧。哎，快进来了，不用换鞋了啊！快来看看你爸给你们整的房间，满意不满意呀？收拾的怎么样？哎呦，行啊，爸妈，你俩什么时候把家还折腾成这样了？还行吧，我跟你妈2个人住啊，就不折腾了。现在不是大宝来了吗？我的孙子得住得舒服点，对不对？还得爷爷。哎，好，你快吃。所以啊，你看，不行的家具统统换掉。谢谢，你看看，是不是跟以前不一样啦？辛苦了，爸妈。哎，妈，这是纺肉店那个是吧？当然啦，谢谢。走到那边看看。走，我去里边看看。行，走了。还有。走了，当当当当。哎呦，大宝自己都有房间了？那当然了。儿媳妇，你看小玩具，我都想玩。哎，儿子，别添乱，走，出来。真不错。妈，我进去看看。哎，你看看。怎么样，还满意吧？妈，辛苦啦。您还专门给大宝弄一个儿童房。哎呀，我在你们家那几天呀，每天啊看见我们大宝啊，只能在那客厅里玩，心里呀挺憋屈的。我告诉你啊，这小孩子啊就得满地撒欢呢，才能长得快。哼，那几十平啊，咋够我大孙子折腾的？你看这儿童房。小车儿、小马儿，这玩具啊，都是我们家大宝的。爸，真别说啊，还是家里面住着舒服。我可有日子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这一看怎么感觉比以前还大了？那怪谁啊？自找的。这么大的房子你不住，体体面面的工作你不干啊，跑到外边挤着小房子给人家打工，我真是想不明白，你们到底图的是什么？这到头来连孩子都见不着。哎，爸，您说当年让我考出去的是您，哎，现在让我回家的还是您。您这干这2头田可不行啊！你瞧你的小嘴儿啊，这几年什么功夫不见长，这嘴皮子的功夫倒是见长了。行了，行了，饭菜都准备好了，叫你妈给西西出来吃饭啊。都是你爱吃的。小西，妈，吃饭了。
睡着啦？啊。怎么样，媳妇儿？妈这布置的你满意不？满意，妈这次是真用心了。你满意就行。你说大宝从初中到现在都没跟咱们分开过，咱把自己扔在这儿，他会不会不适应啊？这要真说不适应吧，可能是你有点不太适应。你适应，你最高兴。你看你怎么又生气了？再说咱俩也不能一辈子把大宝拴身边，是不是？以后你上幼儿园，长大了你上大学，早晚得分开。那凡事总有第一步吧，咱俩就当是把大宝提前送出来锻炼锻炼。我知道，你肯定舍不得的，我也舍不得。你才没有舍不得呢，你不是玩的挺起劲儿的吗？我这不是分散一下注意力吗？以后端午、中秋、节假日，咱俩不随时回来看大宝啊？别玩了，再找找大宝，跟他亲亲，你看他多可爱啊！舍不得，别把他吵醒啊！哎呦妈，我们这去小西家，您现在就给塞满了，到时候我丈母娘那儿又一堆吃的用的。到小七家，都要带这些东西。怎么，你还想空手去啊？啊？上！啊！小西，哎，妈。小西啊，哎，这是一只走地鸡，妈呀，拿那个冰袋啊都冰好了。你妈妈现在身子重，吃这呀最补吧。妈，您自己留着吃吧，别什么都给我。哎呀，行了，带上吧。王伟，把那箱子给我扣好，可别压着东西。行，放心吧，放心吧。妈让你看看，这上面啊，我都记着大宝的作息时间，还有那个注意事项。这小孩啊，在1周岁之前呢，只能吃蛋黄，不能吃蛋清，那容易过敏。再一个，那羊肉可不敢吃啊。1周呢，要吃2次苹果，那便便啊才痛快。哎呀，现在呢，不是讲究那科学育儿吗？我也学习了学习。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当时还……哎呀，西西呀，哎，我跟你说啊，别再这么说了啊。哎，我也是当妈的，这孩子一生下来啊，就是让妈揪心的。谁还不是提着心这样走过来的？妈都懂，妈别的呀也帮不上你什么忙，大宝放在我这儿啊，你就放心啊。哎呀，等哪天呢，心里烦闷了，你就回来看看大宝，散散心。等孩子啊长到不再让你多操心的时候，妈就立马呀把那大宝给你送回去。哎呦，谢谢妈。行了行了，哟，这小眼泪流的。哎呀，谢谢啊，你高兴妈也高兴啊。放心吧，妈一定啊把那个大宝啊给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哟，行了行了，不哭了啊。哎呀。心啊，把孩子交给我，你放心啊，妈会好好看着的。来，宝贝儿，奶奶抱喽。好亲亲呀。媳妇儿，趁着大宝放松警惕，咱赶紧走吧。是啊，赶快走吧，一会儿他发现了，不愿意的，他会哭的。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拜拜。哎呀，走吧。
快走，快走！哎呦，你要现在过去，大宝肯定哭得更凶。快走，一会儿就好了。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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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适应了。怎么了？哎呦，你怎么还哭上了？俩人一块哭，不够我心疼的了。走吧，哎，走了吗？走，走吧，走吧，走吧。哦，快给妈妈拜拜了，拜拜拜拜拜拜！哦，不哭不哭不哭！走，奶奶抱我，奶奶。到了，小姨夫快吗？哎呀，哎呦，来了，姐姐们，小西啊，王伟啊，就等你们俩了啊！你们先吃啊！主角没来，谁敢跟块？客气啥呀？快上吧！来，姐夫，来，你慢点啊！谢谢小姨夫，谢谢小姨，谢谢他姨夫。哎呀，姐说什么呢？来吧，咱动筷吧，吃。小西啊，哎，听说你升职了？俺就升个小职，当个小组长。哎呦，小西那可是个大公司，升一点都很难的，还是说明我们小西有能力呀。小西啊，这一升职，那工资得涨不少吧？啊，没有，跟我小姨夫比差远了。听我爸说，小姨夫最近发财了。发什么发？这个包了点小地啊，种点小花，赚点小钱。妹夫啊，谦虚了啊！我跟你们俩说啊，今年咱们市里所有的花展、会展用的可都是你们小姨夫家的。哎呦，我的天呀，那得多少花啊？那我小姨夫不就是国外电视剧里面那个，庄园的庄主？小西、王伟，要不一会儿我带你们两个到那个园子看看呢？花山花老漂亮了。行啊，小姨夫，看看。对了，小姨夫，我们公司最近新上了生鲜挂外链业务，你感兴趣不？哎呀，感兴趣啊，但是不行啊，我这个现在客户太多了，忙不过来呀。我也犯愁，但是我愁的呀，不是说销路的问题，我愁的是什么呢？满山的花不够卖呀。就是你表弟那个，我都想让他辞了，对不对？你说干的也不好，天天还挨领导批评，回来帮我看看园子多好啊！哎，妹夫，来，来，喝一个，来，王伟，来，举杯，来，大点口啊！来啊！这片都是吗？全是。哇，那边真好看。到了，行，下车了没？哎呦，这也太美了吧！这闻着花香，看着花海农作物，这心情瞬间就舒畅了啊！王伟，你给我拍张照片。来，你把这花海都带上啊！好。耶！这好看的。小姨夫啊，这哪是农场啊，这简直就是旅游景点了。这一片啊，是这个当地政府啊和咱们这个文旅局联合打造的生态农业景区和田园综合体啊，现在啊已经升级成5A 级的乡村文化旅游景区。嚯！你小姨夫我啊，现在是这儿的负责人。行啊，小姨夫，那这一片大概有多大面积啊？这整个有380多亩吧。380亩，小姨夫，你这实打实的承包了380亩的农场霸总啊！你说这农民做着农活，闻着花香，是不是也别有一番风味啊？惬意。现在咱们这些村民啊，他每个月都能领到固定工资，而且我们给他们上5险1金，基本上到手4000多。4000多？赶上我们公司11升工资。老公，咱有时间也得多带大宝来看看大自然，多接触接触啊。走，咱上那边瞅瞅。来，你看那一片啊，那花特别漂亮，我准备给它打造成那种婚礼的那种。徐总好。
继续。徐总好。这节目的口播。哦，我会尽快打印完的，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我在催你吗？有规定你打印的时间吗？商务的工作就是这样，就怕忙里出错，一定要核对完毕之后再提交。好。线上打印系统应该熟悉差不多吧？徐总，我还没有线上权限。Lisa， 哎，怎么会呢？小曾来雨果不是1天2天了，为什么不给他开一个？在家办公很不方便呢。我现在就给他开。他的错跟你没关系，继续。好。徐总。干得不错啊，徐总。盛组长来，你请他吃饭。好。哎，请，回头给您请。记得。你谁选的？你有个字儿打错了。哦。姐。哦。刚徐总说要给我开线上权限，这算不算认可我了呀？啊？他刚说什么？说你水果挺新鲜的。诡异，太诡异了！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诡异吗？工作吧。哎呦，媳妇儿你回来啦！啊！你这着急忙慌给谁打电话？还没有谁啊？我说妈怎么不接电话呀？哎，我妈那手机你还不知道吗？跟 BP 机似的，啥时候看见啥时候回。哎，进来！哎，妈！哎，妈！小希，下班啦？哎，下班了。妈，大宝呢？啊，大宝啊，大宝在这儿呢。哎，大宝，哎，大宝，大宝你乖不乖呀？大宝，妈妈在这里。爸爸在这儿。大宝，我跟你说啊，大宝啊会喊妈妈啦。啊！大宝，哎，我儿子真厉害，快叫个妈妈，妈，展示一下。妈妈在这里。妈妈，喊妈妈。哎呦，大宝，那是我妈，不是你妈，那是你奶奶。这孩子啊，逮谁都叫妈妈呢。你妈在这儿呢，朝这儿叫，妈妈，妈妈，妈。哎，大宝，大宝，哎，我今天新学会一个小旋律，你听一下啊。知道是啥吗？上课铃声，以后他一听就头疼，现在还给这还乐呢，你看你挺愿意学习啊，那我再来一遍。哎，你看他乐的，咱儿子以后学习肯定好。啥时候能会叫爸爸呢？怎么了？怎么了，媳妇儿？怎么就哭上了呢？哎，我不看了，不看了，不看了，媳妇儿，媳妇儿。哎，我错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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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儿，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知道错哪，那肯定错了呗。哎，我去，媳妇儿，媳妇儿，别哭了，别哭了，我错了，我错了。哎呦，快，咋的了？
怎么了？大宝管奶奶喊妈妈，他都不记得我是他妈妈，他把我忘记了。嗨，不是我的意思啊，大宝忘了我也不能忘了你呀。你说大宝刚走你就这样了？是不是大宝走了之后你特自由、特高兴？没有，绝对没有，绝对没有。没有你跟没事人一样。我说大宝亲爸爸，我怎么可能不想他呢？哎，对了，媳妇儿，大宝临走之前还嘱咐我，他说他特意写了首歌让我唱给你。别扯了你！你看我骗你干什么呢？真的，大宝亲口写的。你唱。啊不啊不有病啊你！不会笑了吧？笑了吧？没有，我写了首歌，我昨天晚上熬夜写了首歌。我也想大宝，唱给你啊，你看看有没有共鸣，行吗？唱给你啊！来了。我们总是交流不通，你听也不懂，一哭闹我就得认怂。你情绪失控，被你吵醒在每个凌晨2、3点钟，我的时钟都被你掌控。怎么样？每天把奶喂你口中，又怕你吃撑，钱包已经被你掏空，却不会心疼，对你所有的要求我只能全顺从，谁也让你走入我的人生。好像我伤了你是一时的冲动，现在却想抱你入怀中。好像我伤了你是一时的冲动，却逐渐爱上你的笑容。好像我伤了你是一时的冲动，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我们俩伤了你不是一时的冲动，是你爸给你妈弯腰挖的坑。哎，媳妇儿这句不错呀，是我给你妈妈挖了个坑。哎呀，当年那坑挖的太带劲了，要不然能有这么可爱的宝宝？好讨厌。行了，高兴了，哭也哭过了，笑也笑过了，好了啊，行了，睡了，还挺好听的。这不看谁写的，真有意思。讨厌。哎呀，当年不就靠这点才华征服你？睡觉，明天再给你写一首。睡觉吧。关灯了。收到 Lisa 请柬没 ？Lisa 要结婚了，拜托你看看邮箱好吗？不可能没通知你吧？什么意思啊？这还不清晰吗？读哪间？什么读哪间？徐老大要上位了，安总、姚总还会在原来的位置上吗？也是。那他俩上去一个，你就进去了。怎么可能？本来2个总监就怪。再说了，我现在实力也够不上的。宝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这关键时刻给自己点自信，行不行？自信啊！姐，你咋不鼓励鼓励自己啊？小屁孩，大人说话插什么嘴？姐，你不觉得你对于未来的总经理助理说话的这个方式和态度需要调整一下吗？啊，你收到薇姐上位的消息啦？那倒还没有。不过我在关键时刻是非常有信心的，那是我薇姐，我必须。咱们先把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做好，该来总会来的。明白姐，加油 ！OK， 加油！加油！干杯！干杯！谢谢徐总，谢谢徐总。还要听我说一句，虽然我离开商务部了，但我希望你们今后紧跟姚总和安总的步伐，继续好好干，做出好成绩。需要我帮忙的，我会尽力帮助大家。来，
谢谢什么好？我都干了。嚯，那我们都干了。那当然了，快，都干了。是啊，赶紧的，文姐都干了，雨果商务的人不能输啊！我就为你们鼓鼓掌都干了。徐总，徐姐，打电话，快点打电话！我打车。徐总，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都别碰他，快，把空间让开来。喂，急救中心吗？对，我这里有人晕倒了。对，麻烦你快点来啊！徐总，平常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吃过什么药？没有。姐，刚才也没吃饱，吃点东西吧。谢谢，谢谢。丽莎，徐总之前做过支架，真是没想到。我总觉得徐总是那种金刚不坏的体质呢。丽莎，这事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我一来雨果商务部就跟着徐总了，这么多年，徐总连感冒发烧都没有，真是没想到。1年前做过手术，我都不记得他请过假。我也不记得，我总觉得他基本上是24小时在线盯着大家，总是半夜在公司大群灵魂发问，我都算不出来他的睡觉时间。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会觉得寂寞，所以才把自己武装成百毒不侵的样子。据我所知，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的，在静海也没有什么亲戚朋友，跟儿子的关系呢也没有相处得很好，所以把归属感放在了工作上。我是把自己活成铁娘子呗。他不是活成铁娘子，他是在演铁娘子。其实他很柔情的呀。前段时间你不是请假了吗？几乎每天都在问我你怎么样了，调养的怎么样，还让我对你好。还有小希啊，升职啊什么的，他都跟我讲要好好的关心你们。知道他是习惯性含蓄啊，不然也不会跟他那么长时间。有爱就说，有恨就骂，这才是值得赞扬的美德。不知道恶意和幸福哪一个先来，所以还是要珍惜当下。时间不早了，一会儿我先送他们俩回去，然后再送你。谢谢陆哥。没事。人陆哥大半夜的随叫随到，等那么长时间，还去见麦克，还送我们回家，你就一个没点别的表示？发生了这么紧急的事儿，我过来帮忙也是应该的，没事的。谢谢啊。没了？大半夜的这么大精神头啊？没俩机会撒狗粮还不要？行，聊点正事吧。后边呢，咱们就倒班去照顾小曲总。我估计麦克一个人应该也照顾不过来。当然，没问题。从来没见过麦克这么慌张。是啊，母子连心嘛。估计接到电话就坐飞机过来了，衣服跟鞋都没来得及换，看着挺可怜的。我幸好徐总没什么事儿，不然真是难以想象。先散会吧。
刚才进徐总办公室了。不知道，你知道徐总找我干嘛吗？个儿挺高，你看长得挺帅。太突然了，连魏姐都不知道，怎么今天就添进了一个刘总？也就是说，安总和魏姐都没升官。还以为我能当总经理助理呢，白瞎了。就关心你那1亩3分地的事儿是吧？哎，不是，我是感觉到啊，有一股腥风血雨即将来临。哎，你们不觉得这个新来的刘总有点太帅了吗？要颜值有颜值，要身材有身材。来咱们商务部当总经理，可惜了。来，让他跟我睡。所有人，下班之前交自我评价，过去1年的工作总结，本周周报以及未来3季度的工作计划。曾小成，到。通知没在工位上的人。好。别愣着了，赶紧在公司大群通知大家吧。好。这种感觉挺适合他的，霸道总裁。别忘了你有老公，去。正是因为我有老公，我才需要精神上的刺激。谢谢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哄大宝睡觉了。行，大宝跟妈妈说再见。跟妈妈再见，拜拜拜拜，这里拜拜拜拜拜拜。行了行了，早点休息啊，挂了。妈妈再见。你儿子也不搭理你。哎，大宝乐得多开心，早知道就早点送回去。继续。老公，我以为大宝离开我得天天哭闹呢，没想到他离开我老开心了，都不想我们。可不是嘛。使劲使劲。老公，你说他不好好吃饭，会不会是因为见不到我不开心啊？哎，咱可别自作多情。人书上都说了，有的时候不是孩子离不开父母，是父母离不开孩子。你别停。哎呀，你干嘛呀？我呀得买本书，研究一下辅食和怎么促进亲子感情。研究吧。啊，对了，媳妇儿，哎，我有个天大的好事忘跟你说了，你猜，啥回事啊？猜一下，猜，涨工资了，比那难度系数高，股票涨了，那玩意儿不天天涨吗？猜，我不猜不出拉倒。你猜一下，哎，你看，媳妇儿，我摇上车牌号了。哎，我以为啥好事呢？这不买车摇号有啥用啊？不是媳妇儿，你不觉得到时候了吗？啊，可以考虑考虑了。考虑什么呀？媳妇儿，我都合计好了，你说咱俩每天上下班那么远，天天挤地铁挤得动不开身儿，是不是得改善改善生活质量？而且你可当上组长啊，那组长都没个车吗？到时候车一买，我当你专属司机，天天接你上下班，去个商场饭店，不用打车了。那买车需要多少钱？我感觉20万左右应该就差不多了。20万？我都划算过了，媳妇儿，我炒股赚了点儿，咱妈留下那个钱啊，在你那儿呢，你再给添点儿，正好。20万，我考虑考虑吧。考虑吧。
那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留着钱干啥呀？难道用来买墓地？你们徐总穿金又戴银，你们徐总，他却没有好身体。趁着年轻为自己考虑，不为自己考虑，那大宝上幼儿园需要司机，当司机得有车，有车就得看。咱们周末有时间，媳妇陪我去看一看，去看一看，媳妇咱们看一看，就只是看一看啊？只是看一看，就只是看一看，看一看，就看一看，看一看，媳妇让我看就行，谢媳妇睡了。真闹的，神经病。先生、女士，上午好。今天是来看车吗？是。请问有预约吗？没有，还得预约啊。没关系，我叫马潇，那就由我带二位看一下。谢谢。之前有了解过吗？了解一点，但是不多。如果您对空间有要求的话，我更推荐您这边这款。这个会不会贵不少啊？看着不花钱，咱怕啥呢？有时候看着跟体验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上来感受一下。体验肯定不一样。老公，还真别说，是不一样哈。这空间大不少。其实选车跟选伴侣是一样的，都要朝夕相伴。你看，咱也不能天天换车是吧？一定要选一款自己最喜欢的车。这款车多少钱啊？40万。40万。下车，40多万。谢谢啊。其实家里人多的话，这款车空间更大，也会更舒适。如果您诚心想要，我们可以旁边具体再算一下。算一下。这边请。算一下。40多万。聊了干啥呢？你聊了干啥呢？那您有什么意向，直接给我打电话就行。好，谢谢谢谢。二位慢走。好。哎呀，曾经沧海难为水，感觉看完这辆之前便宜的，咱还看不上了。所以啊，才要认真挑选嘛。媳妇，你是不是也感觉这辆车还不错？不错是不错，也贵呀。哎，媳妇儿，哎，我合计吧，就咱俩现在这个发展势头，那走上人生巅峰指日可待的，所以是不是可以搏一搏？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走，咱们现在就回家搏一搏。我说真的，你老公，我觉得吧，咱兜里有多少钱，咱就干多大事儿。加班呗。搏一搏去。那这边呢？这些都挺好的。这都正常。对。行。给你俩说个好消息。快！什么好消息啊？冯文艺被开了。什么？真的假的？冯文艺被开。那向往的海边咋办呀？都没录完呀。就他那人品，早就该滚蛋了。现在向往的海边播放量不如预期，上头就不保了呗。所以说啊，这个做人呐，善恶到头终有报。哎，我看他的命数字儿进了。喂，小姨夫。小西，最近怎么样啊？我还行啊。哎呦，是我妈有什么事吗？啊，没有，你妈一切都挺好。那就好，吓死我了。你最近怎么样？那个工作忙不忙？我不算太忙。怎么了，小姨夫？有什么事啊？小西，那个上次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吃饭，你说你们公司有什么业务，
可以合作来着。对我们公司有那个挂外链的业务，到底怎么了，小姨夫？有点张不开嘴。哎呀，行，反正就是，咱们都是自己家里人嘛，是吧？小姨夫就实话实说了，我不是种了挺多花吗？然后呢，本来啊，咱们这儿的展会啊，我这花都订出去了，但是咱们这儿的展会现在由于一些原因啊，它临时取消了，这花呢就让人给退订了。我吧，我这人也是实在，跟着好多人呐也没签合同，都是口头约定。我一想，朋友之间嘛，对不对？说了肯定没什么问题。结果现在人没有合同，直接就退订了，说不要就不要了。那花啊，花期马上就过了，过了就全赔了呀。哦，我明白了。行，小姨夫，你先别着急啊，我一会儿就去问问短剧外链这块的负责人，看能不能把咱家的鲜花挂上去啊。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啊。薇姐，这是鲜花挂外链的预案，您看一下这个思路对吗？还不错，挺好的。我们片头短剧基本上外链的都是生鲜食品，这鲜花还是头一回，而且整个创意还挺有新意的。太好了，那咱们开干吧。也别着急，先去问问鲍勃总，新官上任嘛，还得有他的支持。你说的我明白，但之前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做起来？就是因为产品单一，只有鲜花。你指望我们所有客户每天都来买鲜花吗？并且花期内能保证物流吗？这些所有的事情你们想过没有？我理解您的顾虑，但这个行业毕竟在市场上也是刚刚打开。那只要我们做出了可出圈的营销方案，就可以迅速扩大它的影响力，从而吸引更多的品类参与到其中，就可以以小做大了。这样，您再给我们1周的时间，我们会去对接更多的品类资源，包括物流渠道，到时候再来向您汇报。这么坚持？当然。OK， 我希望1周后能看到切实可行的打动我的方案。太好了，谢谢鲍勃总。谢谢鲍勃总。哦，对了，今天外套颜色蛮好看的，适合你。姐，你这外套确实挺好看的。看那么久了，以前怎么不说？鲍勃总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有点好看。行了，去订今天晚上的机票，我们得去趟你小姨夫那儿。鲜花不等人，花期很短的，再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品类，一起拿下。OK， 那我现在去订票。姐，咱该走了。你等我一下。啊，姐是这样的，一会儿我小姨夫开车，他会安排4、5家花农跟咱们碰面，规模都不小。真别说，我小姨夫在庆安这边人脉还是挺广的。哦，他还联络了隔壁吕家村的村书记，书记给了咱们一页纸的花农、果农、蔬农的清单，都能对接上。这下咱们有的忙了。小姨夫可以啊，那今天得跑不少地儿呢。这是啥呀？什么呀？徐总辞职了。许文女士于12月23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许文女士在岗期间对商务部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公司创造了不凡佳绩。感谢许文女士一直以来对公司的贡献和付出。今许文女士由于个人原因提出离职。预祝许文女士将来有更好的发展，工作顺利。是不是诡异了，姐？这简直就是卸磨杀驴。怎么不让徐总去资料部，就明升暗降？徐总怎么可能愿意啊？他就是被逼走的。姐，徐总这么努力这么拼，落一身病，没奖励不说还被边缘化，这搁谁受得了啊？姐，咱们不会被这样对待吧？那不能。爸。
听你这么一说，我都没动力了。姐，那一大片花还等着咱呢。活在当下吧，也别想太多，想太多都能得绝症了，对吧？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世界，微微温暖融化昨夜的冰雪，就像是每一秒都成为岁月，微微从不停歇。微微就是秋天里每片落叶，微微就是彩虹里每滴雨点，微微它很渺小却从不疲倦，微微就是我们。这么好的收成，就这么烂地里，真是太可惜了。对呀，姐，你说这样烂地里，我回去怎么跟小姨夫交代啊？姐，你都不知道，我小姨跟小姨夫在家把牛都吹出去了，现在10里8乡都对我小姨夫感恩戴德，全村人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如果我这掉链子了，那小姨夫怎么看我？那全村人怎么看我们家呀？肯定觉得我是个大忽悠，给一甜枣又给一巴掌。一会儿我陪你再去找找你小姨夫。鲍副总，你们在哪呢？我跟小西在花海呢。鲍副总，我们觉得这单生意不能就这么黄了呀。鲍副总，我们确实是真不忍心看着这些花农这么起早贪黑，忙了一季的收成就这么毁于一旦。我们做这笔订单真不是单单为了公司的业绩，它也是帮扶亲安助农啊，这多好的事儿啊！这要是传出去，对咱公司的形象不也是？你们俩不要在这儿跟我上价值唱苦情戏了，有问题解决具体问题，我又不是不管。赶紧回酒店。酒店来了！哎，来了，你等着。走。OK，Anyway， 说了这么多，你们就是没有谈下来，对吧？我查了一下啊，DV 这家公司刚刚开始转做冷链物流，没有多长时间，所以他们评估下来其实是不敢往底下做的。但我跟那个王总聊下来呢，我觉得他话里话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让利，所以想问问鲍副总，这利能不能让，能让多少？农副产品的毛利本来就低，即便量再大，我们也不清楚销量能不能有保障。我们现在的利润率才刚刚达标，再让，我觉得我们……所以才让鲍副总您千里迢迢来支援我们呀！您看您这谈判业务能力那么高，我们也都想学习学习。再说了，来都来了，是不是？咱也不能让这住宿费啊、机票费白花了，是不是？咱们一起努力。如果您有什么办法，尽管提出来，我跟小西全力配合。啊，对。那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了。姐，咱们是为家乡做贡献，为我小姨夫解决问题，为公司挣钱嘛。我怎么有一种莫名的羞辱感？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膝盖以下早就已经截肢了。我告诉你，我就没有尝过站着把钱挣了的感觉。裂开。相信我，今天只有王总高兴了，我们才有机会高兴。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想想奖金，想想小姨夫，想想你的家人，我对不起他们。
伤着，可心已掉落。光芒是什么？深夜里见过太多人醒着，却选择沉默。却选择沉默。一开始的勇敢的角落，遗憾让漫长变成了枷锁。没这两位副手真的是能说会道，精明能干。王总，我想把我们的挂外链向您展示一下。什么是挂外链啊？王总，这里，这个。哎，不是王总，您看这个。您看到这小购物车没？每个人点进外链，在购买之前就可以加入购物车。我们把购物车上加上 DV 物流的 logo， 就是一个巨大的广告。你妈生了。哎，不是，王总，您看这个购物车。哦，您觉得怎么样？可以了。包括总，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意思啊。阿姨生了，我爸说我妈羊水破了，马上就要生。你赶紧回去啊！那要不具体的实际方案，别，这样，一会儿我提一杯，你看着时机走。那就好啊，那就好啊！来，别多说了，来喝酒。衣服搞定。我知道你们也想为我们家乡做实业、做事情，我们也是很支持的。好，王总爽快。那这样，我们来一组深水炸弹庆祝一下啊！好啊！来，深水炸弹好哇！近海的美女好爽，近海的老板给力！来，一起喝！哎呀，敬王总啦！多谢。哇！今晚一定要不醉不归啊，各位大佬！来。可以呀，小西，这一趟挺厉害，谈了这么多单生意，奖金没少拿吧？我估计你又要升职。怎么可能？这次能谈成，多亏了薇姐跟鲍勃总的帮忙。谦虚了是不是？啊，要是没有你在中间牵头拉线，哪来这么多单生意？是有一点小运气，赶巧了。是飘了，是飘了。完了，要出大事了！怎么了？听说咱们集团搞优化，马上就轮到咱们公司了。就这几天啊，集团其他分公司每天都有人收到人事部发来的死亡邮件，然后就抱着那个箱子，要么哭着要么喊着，叫我们来走。哎，你说咱们商务部有2个总监，会不会有调整啊？你和薇姐这刚立完功，薇姐肯定不会有事儿。安总会不会？哦，安总今天请假没来。以咱们公司的传统，那人不就请着就没了？不会的。但愿啊，咱谁也别收到那死亡邮件，那就最。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是真害怕一些。不是我的姐，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应该就是我的了。
知道不是你的，姐，你看，不是他的信啊，也不是他的，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小希，合同弄好了吗？姐，姐，怎么现在连门都不会敲了？对不起，鲍部总，有点急事儿。裁员这件事情于情于理都到不了小希头上吧？于理啊。挂外链这件事情是刘晓溪牵的头，是他的资源，他忙前忙后给公司拉了这么大一笔订单，这就给他裁了，不带这么玩卸磨杀驴的吧？于情，如果是因为我揍了你这一次啊，这是我的错，我跟您道歉，我甘愿受罚，那你不能把这邪火撒到刘晓溪头上啊，这太不合理了，这也。鲍部总，是不是我之前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跟我提，我都可以改，真的。这是跟小希、你。还有这都没有关系，这是总部的决定。你们也知道，这些年互联网公司生存困难，也是行业寒冬，不得已才做出缩减规模的决定，做结构性的优化调整。是，大环境我们都理解。那你优化调整，你应该把好的员工留下来啊！啊，你把那些浑水摸鱼的、不给公司创造实际效益的人开了，你为什么是他呀？鲍部总，我也不想你为难，既然要优化我。非要让我走，也让我走个明白，可以给我一个具体的理由，为什么是我吗？这次的人事变动方向主要集中在高薪高龄的人员当中，所以刚刚离职的许文总也在此之列。你们也都看到了，公司又招了些新的实习生。小希，你别介意，说不好听一点，他们5个人的薪资抵你1个人的薪资，而你干的活，要么姚薇能干，要么安心能干。实习生用不了多久也能干，你说公司该怎么决策？那行啊，那鲍部总，你把我也开了，你就留安总一个人，再招一帮实习生齐活。别，这不是开玩笑的，算了，我也不想让公司为难。我知道了，谢谢鲍部总，谢谢姐。小希，小希。刘希，大风是春幕里的歌声。刘希，你给我站着！落日轻薄，孤单是烧倦了的渔火。断念淹没一夜风波，承诺是一曲荒芜的歌，总是深刻怀揣冷漠。从来到这个城市，我就想尽了一切办法留下来。为什么要来英国？我想要活着，活着。我想要留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活下去。我每天都拼命的工作，生怕不被这个城市需要。我曾以为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终于和这个城市有了越来越深的联系，
可以在这里找到归属感。直到被通知离职的那一刻，我才发现这联系是多么的脆弱，所有的努力似乎一下子被全盘否定。我仍如初来时一样，只是一个喜欢静海，却随时都有可能要离开的异乡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是你，看一眼就爱上的也是你，总是感觉这个家里少了一个你，终于等到了你，我心爱的爱似永离。我终于有车了，我可以接老婆回家。我终于有车了，有车了，我要开着它去拉萨。我终于有车了。媳妇儿，媳妇儿，怎么了？媳妇儿。媳妇儿，其实要是你今天心情不好的话，咱可以改天再兜风的。不想在家憋着，出来分散分散注意力吧。行，但我真的感觉啊，就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往好的方向去想。你看，比如说咱俩来静海这么多年了，那房子是肯定买不起的，但是咱们现在有车了，那也是固定资产，咱们在静海这回就扎下根儿了。咱总共4个轮子，哪来的根啊？那咱开车跟挤地铁那感受能一样吗？生活主要就活一个心态，有的时候东西确实都是有价的，但是心情无价，你说呢？什么有价无价的？车停哪儿了？这就是，媳妇儿，你看你喜欢不？这车多少钱呀？40。媳妇儿，媳妇儿，我错了，媳妇儿，媳妇儿，我想给你个惊喜的，媳妇儿，你别哭了，我真错了，我错了，媳妇儿，错了。哎呀，错了，媳妇儿，我本来以为你这一次还能有奖金呢，我一咬牙，我一跺脚，我就买了个好的。那你们公司也太狗了，这也太突然了，媳妇儿，我真错了，媳妇儿你别哭了，媳妇儿我错了，别哭了，上次看你也挺喜欢的，这不挺好的吗？媳妇儿我真错了，媳妇儿你别哭了，媳妇儿别哭了，哎呀我真错了，媳妇儿我应该问问你的，媳妇儿别哭了，我确实应该问问你，但它也太好看了。媳妇儿，你别哭了，这车咱们搏一搏，我肯定给它赚回来，行吗？媳妇儿，哎呦喂，媳妇儿，干嘛？今天不是周末吗？加班啊？没有，哎，媳妇儿，我刚才研究了一下网约车，我一点开就有人叫车，我合计咱车买了，是不是物尽其用？我每天上下班拉2辆顺风车，挺好的嘛。能行吗？那有啥不行的？媳妇儿，我跟你说啊，咱们车不能白买，我高低给它挣回来。你简历投怎么样了？联系了几家，估计下周吧，去见见。哎，媳妇儿，不着急，咱们这么优秀，一堆人抢着要你，再说家里还有我呢。走了，注意安全啊！好。
慢点开车。小希呀，哎，妈，怎么了妈？我让你看看我们大宝啊，又长什么能耐啦！给妈妈走2步。哎呀，大宝，哎呦，大宝会走路了。哎呦，大宝真棒！啊，好，来，奶奶抱喽，乖乖。哎呀，走的还不太稳呢。大宝，看看妈妈，大宝。哎呀，小希呀，那个王伟呢？啊，他加班。哟，礼拜天还加班啊？啊，行了，不给你视频了啊，大宝该喝奶了。行，妈，那你去吧啊。窗外闪烁朦胧的光，喧闹的人群。哎，王哥，你走的还挺快。你说今天巧不巧？我正好约的饭局啊，在你家周围。你这新车开的怎么样？要不捎我一袋呗？行，走吧。你好，这位顺道拉个活，先生，尾号9087到宝来大厦，请您叫安奈啊。你的资料我都看过了，方便问一下你的离职原因是什么？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组织结构调整，也就是并非自愿离职是吧？可以这样说。好吧，今天先这样，你回去等通知吧。谢谢。不好意思，我们商务部暂时没有空缺，那客户部你考虑吗？日本，你相信爱情吗？你相信爱情吗？忍住啊，不成200。人生这段旅程，路途很长，站点很多，但能陪我们到终点的又有几个人？深夜的你是否感到孤单？因为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我们都是异乡人。一首歌送给你们。小城市蛮好的。两位姐姐，这里，两位姐姐，小七，小西装穿着挺好呀。可以呀，甲方亲自来接站，面子够大了啊！两位姐姐来我地盘，我必须全程作陪。这边请，给我吧。哎呀，姐，不要，可以了。啊，你这车可以呀，比你那车还高一档次啊！那是刘总、王总的车呀。嗨，反正这车我开就是有点大，就是。刘总、王总现在手底下不少人了吧？你小猫2、3只，也就60、70位了。哦，怪不得呢！我这3番5次的请刘总回静海来，就是不肯来。闹了半天哦，不是我诚意不够啊，是这里发展的太快。刘总，哎姐，你就别笑话我了，我也是尽我所能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嘛。可以呀，格局大了。哎，姐这做生意呀，格局随时变化啊。哎呀，真好。看到他们发展成这样，真高兴。姐，我现在也在想，之前就是我太执着，太想留在静海了，结果一回来才发现，
咱们国家发展的是真快呀！像我们这种3线小城市，政策也好，政府支持也多，生活节奏也没那么紧张。还有现在的王伟，下午4点就钓鱼去了，像老人孩子都在身边，亲人朋友都多，回来是真挺好的，也真的适合我。哎呀，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的。哎，那确实是哈。哎，你玩什么钓法？台钓还是路亚？哎呦姐，你还知道路亚呢？我最近正学路亚呢。真的吗？池子好吗？好，不错。你带我去一会儿。那就现在就去啊！姐，咱先去看看产品呗。哎呀，你俩去就行了，我来钓鱼去。行。你好，小林。我在。放点歌，让我们嗨一下。哎。你慢点开，我这着急钓鱼。不可预测改变，才拥有独特相思。我们就是幸福的机会。别来看球，来，小杰，来。哎，程导，你那个电影快上了吧？下个月吧。那我得报两场支持一下。到时候首映的时候，请你们来看。那也行。嘣。那准备真要一台呀？准备着呢，王宇说了要3个。真好。媳妇儿。来，照张相来。你先给我射个光啊！来这外边。这些小小的幸福，才是让世界变得更好的一部分。每一个选择，虽然有不同的遗憾，却也一定有它别样的精彩。生活还在继续，我们大家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